怎么突然想起带我来浣纱集市啊？既然是成婚，也该有个成婚的样子，得给你置办些礼物才行。哎，您看看吧。全都包起来。不用吧？用，全部。哎，好。上好的脂粉，仙子看看。哇，我之前没见过脂粉是这么做的呀。哎呀，也用不着。所有颜色都拿一份。好，没必要吧？有必要啊。这新鲜的花，慢走啊！各式各样的花。哎，两位，现在看一看呢。都要了。没必要吧？没必要吧？哎，有必要，有必要。明义仙子对吧？明义仙子出身花月夜，现在家与斗着，季仙君还这般疼你，带着你将浣纱集市的东西都买了个遍呢。你们神仙眷侣的故事可都传遍了。你看，我们都供奉了你的画像，期盼也得一个这样的如意郎君。哪有？怎么了？不够啊？再买点。没必要。哎呀，大人，你是因为利用我成亲做戏，所以心存愧疚，最近才对我这么好。我待你好，难道只是因为愧疚？哎呀，大人是第一次跟仙子约会吧？这帮我拎东西都不知道。哎，抱歉啊。是时候借你的手给我整点小法器了。哎，我刚才突然想到，我们买了这个小荷包，你说那么多东西，若是我们用灵力一个套一个把东西都装进去，不就不用手拎了吗？应该可行。试试。太厉害了，大人！这袋中有乾坤，那就叫乾坤袋吧。我看看啊，东西真在。一个簪子，小心。一把匕首。哎，你说这个簪子跟匕首，它能不能合二为一？就平时呢，我就把它当个簪子带着，那出了事儿呢，就可以把它化作匕首，防身用。你是觉得我保护不了你？不是，你说，要是你不在的时候，那我一个人碰到危险怎么办呢？你帮帮我，我真的想要一个，你给我变一个。好。大人，谢谢。叫他刺激簪吧，我平时都带着。那个，大人再给我变一个，我还想看。来，再来一个。没必要吧？我真的想看，你给我变一个。不变。乾坤袋、刺激簪，我从小就能做。我现在还得哄着你帮我做，才能名正言顺用这些法器。好。变了这么多呀！大人厉害啊，把葱油饼都能做成法器。此物为饼盾，坚不可摧。站住！
没有神君口谕，谁也不能进。我是过来送书的。我只是去捡一下。捡啊！以前跟在我们屁股后面的人，读了几本医书，就觉得自己能一朝飞升。就凭你，也想当医仙，真是痴人说梦啊！3日后的斗者竞选，公主可是为此事而来。有严仙君精湛的医术呵护，我夫君定还在昏睡吧？我为什么来还重要吗？毕竟严仙君才是那个决定夫君是否能清醒着参加遴选的人啊，不是吗？公主说笑了，竞选是大事，神君自然不会缺席。还真是有劳严仙君了。日后我和季伯仔的婚礼，要想请得夫君，也得仰仗严仙君了吧？上苍保佑，神君的身体定然是会康复的。可你和季伯仔的婚礼，势必会举行吗？我可是听闻，季仙君早已拒绝了。是啊，这样才更有挑战性。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的争取季伯仔。公主之事，非她不嫁。不然呢？不然我该嫁给谁？你吗？严仙君也别太自信了吧。曾经的我确实为你这副皮相所惑，不过如今看起来嘛，不过如此，甚至还有一些面目可憎。嫁给季伯仔，也不代表你可以永远掌握寿华潘宫。他再强，只是个斗者。公主，你何必？我喜欢他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若非我真的喜欢他，怎么肯赌上自己的姻缘？若非我真的喜欢他，就季伯仔那样张扬跋扈、拈花惹草，我凭什么忍他？若非我真的喜……你不是最会伪装了吗？都不像你了。严哥哥，严哥哥，严哥哥。没人像我这样洒脱，那些风轻云淡都是借口。原来严哥哥，你等我很久了吧？我现在还没长大，等以后我长大了，我就嫁给你，好不好？以前从未想过爱为什么，宁愿褪去盔甲，忘了自由。这样倔强的我，被爱紧握，有你才懂得。还不进，又没玩够。别喵喵喵了，要进就快进来，一会儿就锁门了啊，过时不候。你干嘛呢？喵。哎呀，你别喵喵喵了，我有事跟你说。说话我。猜猜我给你带回来什么好消息？喵。第一件事，就是你那弟弟明星，被人抬回了瑶光山，估计没1个月都下不来床了。真的？
啊，他怎么比之前更废了？我都懒得说你这弟弟。不过也好，至少这段时间没人找我麻烦了。哦，第二件事。这是你凭借记忆临摹出来的画像。我查明白了。你知道画里人是谁了？打死你也猜不到是谁。少贫嘴，快说！说，我又不是不说。那，这画像上的仙子，名叫薄雨兰，出身自六境曾经最负盛名的游医世家，博士一脉。博士一脉，岂不是炼制离恨天和黄粱梦的？那幅画像之所以能动，也是博士的特殊法门。我前进极仙渊的琅环阁查了典籍，就说这博士一脉啊，历代隐居在张尾山上。这张尾山20多年之前突发山火，遭了大难，往后这博士一脉就没了消息。什么山火？分明就是有人觊觎离恨天和黄粱梦。我师父对博士一族颇有研究，他就告诉过我，不要尽信书中所载。这博士罹难，恐怕是怀璧其罪，有人要惦记他们的药。这季伯载与薄雨兰有关联，难怪他手里有黄粱梦。但他岂不是博士后人？说得通啊！啊，那为什么薄雨兰的画像会在穆启柏的手上？难不成是穆启柏把薄雨兰给？那我要是季伯载，我还吃什么小鱼干啊？得报仇啊！这季伯载是怎么进入尘渊的？那能犯的事儿多了。那我的意思是说，季伯载他是被冤枉的。你想啊，季伯载进尘渊的时候他才多大？人总不能还没学会走路就先学会造孽了吧？如果季伯载是被冤枉的，那尘渊里的人真的是最穷吗？属下来迟，请寒风君见谅。昨天查的怎么样啊？偷画的人是不是季伯载？未曾验出失灵剑的伤，会不会有别的可能？司泮堂丢了许多财宝，或许真的只是图财，未必就是冲着那幅画去的。属下无能。在乌龟海安置的窥草，可有什么发现？寒风君亲见。属下离开乌龟海后，季伯载只做了这些。你大人，你慢些嘛。我何时快过？这窥草监视季伯载这么久，怎么记录的都是这种脏东西？罢了罢了，3日之后的斗者遴选，暗智神君必须露面。你这边可不要出什么岔子。是。属下告退。殿下，季伯载恐怕已经有所察觉。去找勋明回来。是。
师父在上，请受徒弟一拜。希望日后你不会后悔今日拜我为师。师父仁心仁术，与我有救命之恩，我绝不后悔。师父，不出3日，我就会献上第一个仇人的鲜血，来祭奠您了。当我司判这么麻烦，哪都得去一趟。这斗者初选都已经开始了，季伯仔还不现身，天机一个人能行吗？现在该改口，叫尊者了。当面肯定是叫尊者，这不私下里吗？回想以前，你还是天机宫里的侍卫，而我呢，是他的伴读。就咱仨这关系，按凡间的话，那得叫青梅竹马。和傻儿子，你怎么会是我和天机的儿子啊？我和天机怎么会是那种关系？说什么呢你？有时候我真挺羡慕你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怎么不知道？关于天机的一切我都知道。他这个尊者之位，还有很多人不承认呢。季伯仔不来的话，君上总会来给天机撑腰的吧？兔子汤，你最喜欢的。上半场遴选已结束，请诸位静候下半场。公主，遴选已过半，季贤君还未现身。季贤君来了，季贤君来了。这不合适，旁边的人是谁啊？这不花月夜的小仙子吗？还带女伴前来，真是不把公主放在眼里啊！什么常识啊！素有耳闻，季仙君往日义士，不想今日有幸目睹。两位感情固然令人羡慕，但今日是斗者竞选，也需要女伴相伴吗？就是，公主御下不严呐。你不是也带着孩子送给你的护身符吗？这是我的护身符。让这27找吃的又去哪儿了？怎么还不回来？终于碰到人了。二位，请问你们这……他们看起来像是突然中毒而亡，竟连女儿都来不及祭奠。
月球，如今飞升了，这排场可真大呀！只有上一届斗者才有单独座位。认真的？大人，本来大家对我没什么意见的，若是你今天带着我硬来，难免大家会对我有一些看法。我还是出去外面等你吧。等等。护身符。这是贺神，就是，怎么能这样？季仙君真是这种料，毫无廉耻，也是公主还这般气头，像话吗？公主还真对呀！取下来。凭什么？我说，取下来。真小碜，像什么话呀？太放肆了！就是，你看成何体统？对呀。你取下来，我答应他陪你观摩。既然公主都这么说了，那就有劳公主帮我保管了。怎么能这样？这简直是口不择言！我都替你羞耻，太坏了！公主，要不我们去休息一会儿吧？真是太过分了！礼义廉耻，他一样行为成何体统？该上还有还说事情来，公主都被气着了，从来没气着过，没见过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。哎，天机，天机，这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那家的糖，要不是寒风君告诉我，他们又回浣纱集市摆摊了，我都买不到。吃了这个，你心情兴许能好些。这糖也不想吃了吗？我这就去把季伯仔抓过来打一顿，给你出气。行了，莫阳兄，他才没有哭呢。若是靠哭就能掌握寿华潘宫，那未免也太容易了。本公主在和孟阳秋说话，用得着你多嘴吗？刚逗你的，别生气。谢了，我很喜欢。怎么会？你啥时候见我生气过？倒是，我很久没见你开心了。秀云，帮我把他收好。好。这孙良仙君也太厉害了吧！对啊，齐心渊真是人才凋敝，连孙辽这样都算厉害的，天机公主可有的发愁了。要想让我开心，也很简单。比方说你，还有他，参加斗者遴选，那我就会很开心。好呀。为何？我不过一介医仙，身无灵脉，如何能够当斗者？更何况我们听命于谁，公主岂会不知？公主确定要任用我吗？齐兴渊如今人才凋敝，我别无选择，所以二位仙君，是否愿助齐兴渊一臂之力？我，还有他，我们都愿意。还请公主高抬贵手，在下就不奉陪了。哎，天机，你怎么了？天机，天机。不好了，公主中毒了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快去找人帮忙！
言笑，天机怎么样了？他是中毒了。中毒？糖？难道是糖？要不是韩风君告诉我，他们又回浣纱集市摆摊了，我都买不到。秀云，糖啊，糖在这儿。糖没问题。太好了。啊不，天机还不好着呢。天机方才还碰过什么？那个簪子，他方才碰过那个花不拉几的簪子，就开始难受了。世纪博才，他该不会是想要尊者这个位子？他本来就对天机不怎么客气。公主中毒了，你不去看看？今日要看的戏太多了，不差这一场。什么戏啊？你听说过狐狸被兔子骗的故事吗？再狡猾的狐狸，只要一心软，就注定会被磨平爪牙，最终沦为兔子的盘中餐食。如果真是季伯宰下的毒，怎样？我虽无灵脉，但哪怕只有1/1000的可能，我也会不惜一切代价杀了他。是吗？天机，你醒了。果然如此，整整7种毒，别说季伯宰不可能一一下在你身上，这宫里任何一个人都做不到。你是自己下的毒。严仙君是担心我会送命，还是害怕叔父瞒着你，要将我除之后快？毕竟这对你来说，意味着失去了他的信任。天都塌了吧？穆天机，你拿自己的身体当儿戏，你太愚蠢了。言笑，你解药呢？拿出来，赶紧吃下去。没有解药。公主，不行，我得再找人看看去。在下实在无能为力。在下医术不精，实在是无能为力呀。言笑，你快救救天机！严仙君。都已经解了。不要再有下次了。斗者遴选结束，现在公布入选名单。
在宣布本届入选者名单之前，本公主有要事宣布。今日入选者，并非最终出战名单。啊？为什么？不是最终的？怎么那怎么这样？对呀，那我们算什么呀？对呀，这是个道理啊。对啊，寿华判宫继续欢迎能人异士踊跃报名，我们将择优录取，直到磨合出最完美的斗者阵容，共赴下届青云大会。这还要再就是名单，下面宣布拟邀者入选名单：首席斗者战客季伯载，前盾孙辽，确实还行。助气师陈曦，陈曦，怎么是他？对呀，虽然他做法器有些天赋，但还是个孩子呀。对呀，这也太年轻了，怎么能是他呀？副手孟阳秋，孟阳秋啊，孟阳秋，虽然他灵脉强劲，但是个傻子呀。对呀，身灵劲不会用。一世是个傻子，不会呀。袁笑，严仙君虽然医术厉害，但他没有灵脉啊，这不是去送死吗？对呀，是这也行。为什么是他？禀尊者，在下身无灵脉，这并不符合斗者遴选的规则。严笑仙君的医术，放眼极星渊无人能及。没人比你更合适，作为寿华判宫的医士出战青云，为极星渊争光了。可旧制如何能改？所有规定都要为极星渊立好而存续。若旧制不能助极星渊赢下青云大会，那本公主执掌寿华判宫，便就是要改。哎，这不符合规矩，怎么能选他们呢？公主胆子也太大了，就是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啊。对呀，公主怎么能做这样的决定啊？上一次，公主违抗旧制，便是册封我为斗者。了不起了他，真是太霸道了，简直不中不赢的青云大会了不起。上一次非议更是甚嚣尘上，但结果如何一目了然，所以一切质疑由我一力承担。禀尊者，参选斗者中，医术胜过在下的数不胜数，实在轮不到在下来逞能。你也行哦，是吗？遴选赛进行中，本公主不幸中毒，7种毒药混合，疑难至极。萧云当时问了在场的所有医师，无人能解。偏偏你严笑仙君，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调制出克制7种毒素的解药，在场的诸位可都是心服口服啊。对啊，我都亲眼看到了。哎，他们也看到了。对，我们能作证，能作证。别妄自菲薄了。可以的。严笑仙君虽无灵脉，但只要有1成胜算，你也会不遗余力的，不是吗？极星神君到！今日初9，公子该喝药了。好，一会儿就喝。映秀山庄退出仙盟已久，公子向来不爱管仙盟那帮人的事，为何这次要主动掺和进来？是为了谢雪晨，还是为了那位故人？与其说是为了谁，还不如说是为了自己，想图个有趣。我无聊了这么些年，终于出现了有趣的人，又发生了些有趣的事。我也想看看这故事到底发展成什么结局。哎，对了，前夜你送人回镜花宫时，谕令就已经被盗了，是吗？是。
那你见到素宁真时，有没有发现什么异样？当时镜花宫中正忙着搜查，我也问过素宁真几句，知道了事情的大概，便走了，未发现什么异常。公子是怀疑素宁真？我们来这儿探查，明里暗里，也闹出不小的动静。他没有半分阻挠，倒不像是他。我看素公主的神情，那种恼怒也不似作假。说起异常，好像是有样东西不太对劲。镜花宫的每一个人，我都问询过了，也都核实过了，没有发现可疑之人，而且我都仔细搜了身，查了房。也没有发现玉令，谢雪晨，你是不是猜错了呀？镜花宫根本就没有内奸。你确定镜花宫中每一个人都查了？我确定我每一个人都认认真真的查过了，我连在西长老都查了，除了我师父，我师父总不可能吧？还有一人，你可有查过？还有谁啊？崔婉婉。那夜我送崔婉婉回镜花宫时，曾拜会过素公主。离去时，在殿外看到一片绿色钩叶。我对草木并不了解，之所以有印象，是因为那钩叶长得颇为奇特，而且周围也并没有见到钩叶树。我是好奇它从何而来，可那念头只是一闪而过，当时并未在意。那又如何？高修是在镜花城中长大，熟悉灵花草木，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，镜花城中不生钩叶，所以它只能是来自城外。钩叶之上多生倒钩，极易粘在人的衣物之上。钩叶未摘下时是绿色，一旦摘下，2个时辰内变为褐色。方才蜂鸟所说所见钩叶是绿色，这只能说明当夜有人从城外匆匆入城。就算有这片叶子，说不定是蛇灵落下的。我们查过，蛇灵是在4日前入城的。如果是他，钩叶早已变色，玉令所藏之处防护重重，仅凭的蛇灵根本不可能破开阵法，所以崔婉婉必须回来相助。高修士，你在城外遇袭不是偶然，而是早有预谋。你被暗族附身去了运输山庄，而崔婉婉则趁机潜回城中盗玉令，想要制造不在场证明，摆脱嫌疑。这些都是你们的一面之词，证据呢？那片叶子呢？都说了，风瑶当时没有在意，所以肯定没有将叶子带回来。再说，就算将叶子带回来，那叶子肯定也变色了，证明不了时间。你们都没有证据，就在这儿血口喷人。婉婉都已经入镜花宫10年了，这10年里一切都好好的，不可能是他的。你已亲自问询搜查，并且排除了其他所有人，那么剩下的，即便再难以接受，也是真相。不会是他。如此坚信的理由是什么？想相信，如今丢了玉令的是镜花宫，少公主不想着赶紧寻回玉令，弥补镜花宫之过，反而打算用整个仙盟和人族的安危来赌一份义气，还真是慷他人之慨。我们几个在这里忙来忙去，是拼完了。看来穆姑娘对高修士颇有敌意。是，我不喜欢他，一直都不喜欢。
怎么没开门你就知道是我？因为每次只有你才会那么敲门啊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呀，我刚刚去了一趟仙来客栈，回来的时候特地给你带的。哇，看着好好吃啊！你跟我说过，你小的时候吃了很多苦，长大以后最爱吃的就是甜食。谢谢师姐。对了，谢少城主，他们知道咱们什么都没查出来，没说什么吧？啊，他们说之前的调查方向有误，所以他们得再想想。真的很好吃啊。婉婉，你说勾结灵族盗玉令的，真的会是我们身边的人吗？他们有什么想要的，会是镜花宫给不了，非要背叛我们呢？师姐，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这世上的人原本就都是为自己而活的呀。那你也是吗？你心中也有所求？当然，谁心中都会有自己想要的嘛。像我就不想再吃苦了，我想一直都像现在这样，也不用多厉害，就普普通通当个修士，普普通通的过日子。还有，一直陪在师姐身边，看着师姐成为最厉害的人族女修，看师姐站上人族之巅。师姐，我怎么会那么快？婉婉，我自然是相信你的，可是我不能拿整个镜花宫和人族做赌注。婉婉，还好不是你。你好好睡一觉，睡醒了，一切都会如初的。严四，你立刻将玉灵带回去给阁主。那你呢？我现在还有任务，必须潜伏在这儿，不能暴露。待会我假装从城外回来，他们不会怀疑我。你快走，自己小心。什么人？竟敢来镜花宫盗玉令！灵族，公主，封锁全城，许进不许出。全城戒严排查灵族，守住所有药铺，获悉药物一律不得出售。是。
找到了吗？没有。继续找。是。可是净化宫崔婉婉姑娘。姑娘莫怕，我等是受高修士之托前来相助的。我看你手受伤了，这里离净华城不远，不如我先送你回城医治。多谢。人死，计划一起，他也将成。我不会让你白死。少公主，谢少城主来了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不会是来找那片叶子的吧？我已经仔细搜过了，没有。还有婉婉所住房间，我也搜查过了，没有玉里，你们别再怀疑他了。我们此次前来是来拜见苏公主的。不是你们都没有证据，别在我师傅那儿瞎说。师傅他多疑，你们别害了婉婉。高修士多虑了，我们此次抓捕蛇灵，已然暴露了行踪，想在暗中查探于事不行。既如此，也不必走。我和虚月入城已经有些时间了，作为晚辈，也该来拜见苏公主才是。那你那个牙尖嘴利的表妹呢？还有那个女护卫呢？他们在客栈护阵。护阵？护什么阵？蛇灵虽然已经自尽，可凤瑶留下了他的灵丹，在下便冥思苦想，突然想到古籍中记载一种阵法叫速法，2个时辰便可形成。到时把灵丹放到阵法当中，便可知道蛇灵生前的记忆。我们很快便可查出镜花宫的内奸是谁，他背后的人是谁，还有他们的计划，我们都可以知道得清清楚楚。高修士似乎不太高兴，你是担心阵法无效，还是怕真的查到谁了？查到是谁就是谁，绝不姑息。